在不久前，拜登突然宣布将放弃对俄罗斯北溪2号的制裁，一时之间引起热议。有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向俄罗斯送一份见面礼。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敲定于6月16号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而提前对俄罗斯释放善意，可能代表着美国希望从如今日益紧密的中俄关系中制造缝隙，使中俄双方相互剥离。甚至在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前提下，美国会采取联俄抗中的策略。那么问题来了，美国能拉拢俄罗斯抗中吗？美国国家利益表示，随着中俄之间近年来在经济、政治和国防领域全面加强合作，美国豁免对北溪2号的制裁，就是希望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而中国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美国若对中俄同时强硬，反倒让中俄组成联盟，双方会对美展示强硬态度，也相互释放合作信号。美国必须要平衡三角关系，而白宫意识到中国是更大的长期战略威胁，美国不能让自身陷入双线作战，因此战略目标可能是与俄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正在向俄罗斯递出橄榄枝，那么俄罗斯又会不会接受？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管表示，美国在短期内没有能力让俄罗斯远离中国，只要俄罗斯还是普京当家的话，联俄抗中就不太可能实现。根据俄罗斯民调机构近日的一项调查，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占比达到75%，创下历史新高。而最近1年中，中俄关系进一步加强，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联系更加密切，在政治立场上，中俄也保持高度一致性。像今年3月份，中美外长在安克雷奇交锋后，紧接着俄罗斯外长访华，这也被解读为中俄联合对抗美国的关键信号。同样，对于普京而言，普京一直把改善中俄关系视为重要的外交成果。要放弃与中国的外交成果的话，普京长久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而除了对中国倾轧，普京的另一个形象便是反美。普京试图唤醒俄罗斯人的大国意识，而与美国对抗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而普京联中抗美背后也是有一些历史渊源。2014年3月份，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引发克里米亚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立马对俄罗斯展开围攻，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制裁。而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在此轮制裁中损失惨重，经济趋于崩溃。然而同年5月份，此前谈了近20年之久的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突然敲定，中国决定以4000亿美元购买俄罗斯30年天然气供应，可以说让命悬一线的俄罗斯有了喘息的机会。对于普京而言，谁想置自己于死地，谁又在关键时刻拉了自己一把？答案很清楚了。6月1日，美国空军一架 RC-135U 电子侦察机于当日沿着中国东部海域在黄海、东海上空展开侦察行动。据悉 RC-135U 电子侦察机是专门向总统、国防领导人以及战区指挥官这类的高层提供战略电子情报。该侦察机可以通过定位识别对手海陆空雷达信号，从而为作战人员提供战略分析。值得一提，此前连云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1日至13日，黄海南部将进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在黄海实弹演习之际，美军机突然逼近黄海，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认为美军侦察机此番前来很可能是偷窥解放军演习。以当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为了针对中国，必定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此次派出侦察机，想来也是担忧在中美局势不断升温的背景下，解放军是否在准备什么。几日前，被提名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还曾放出狠话，扬言要派出美军特战部队赴台训练台军，以增强抗御大陆武力威胁的能力。受到美国影响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在前不久表示，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和美军里根号航母在冲绳东海展开了联合战术训练。日本媒体更是公开声称，此次演习将中国视为了假想敌，美日勾结针对中国的图谋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美国的忌惮和打压正在随着中国的崛起逐步升高，日本也紧跟美国步伐叫板中国，甚至该国还公开表示要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解放军多次实弹射击，说白了就是在以这种方式警告包括美日在内的多个国家，在涉及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中国哪怕是再好说话，也不会在这方面做任何的退步，更不用说中国捍卫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决心有多强。美国一系列举动正逐步试探中国的底线，踩着红线边缘叫嚣，一旦惹怒了中国，必定遭到我军强烈的反击。当然了，这样的话早在美国疫情期间第一次侵入中国周边海域叫嚣时，国人就听过了，现在再听可能早就腻了。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如今仍然是在给包括美国在内多国机会，希望挑衅分子能够停止危险举动，武力解决矛盾是中国最不希望发生的。
所以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给机会，可随着叫嚣的声音越来越大，且不说中国能不能忍得下去，反正国人是忍不了了。在此次美军舰逼近黄海消息报道后，国人态度彻底发生巨变，也让美国人如临大敌。据悉，有网友评论道，不想再听到这样的消息，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气愤，有本事就打一场，放狠话算什么。与此同时，国人也在呼吁中国能够硬气一点，能够学习一下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精神。自从拜登上台后暴露了战争狂魔的本性后，就肆无忌惮地针对中国发起各种挑战，派出军舰军机闯中国领海领空，联合多个国家一起企图围堵中国。就连台海问题，美国也不惜触及中国红线，干涉中国内政。随着事态的发展，两国关系越发紧张。在此背景下，外界纷纷预测中美开战的结果，就连美军上将近日都进行了分析。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中美开战谁会赢》的分析文章。只是令人意外的是，该上将并不认为美国在战时占有优势。据他认为，美国的优势并不像外界看起来的那么大。一旦中美在南海或者中国东部爆发战争，中国光是在地理环境上就占有巨大的优势。尽管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排名第1的国家，在军事领域上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但其在南海方面能够动用的海空力量还是很有限的，而仅存的海空力量到最后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中方的地理优势给抵消。众所周知，中国向来追求的就不是美国那样所谓的称霸全球，国防战略都是以防御为主，避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当然了，但在面对外来威胁时，也不代表中国会任由其他国家欺负。闯入周边区域的军舰和军机，大量经过扩建的南海岛礁可以成为一个半永备或者永备的支撑点。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美军动用大量的资源来应对。此外，相比我军，美军在南海缺乏足够的支撑点和出发点，后勤补给线长了，意味着更容易遭到攻击。或许很多人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拥有不少盟友，在中国周边也不少，可盟友之间的友谊真的能够达到为对方损失自身利益的地步吗？中美爆发冲突后，美国所谓的这些盟友会不会帮忙，根本不好说。美国如此的上门找事儿，真惹恼了中国，很有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在中国的地盘上叫嚣，无异于作死。美军上将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话说回来，在中美局势紧张，美国政府费尽心思与中国作对的情况下，该上将打脸自家人，未免有些可疑。虽说不排除美国有部分清醒之人，但如此唱衰本国，就分析看来并不简单。如国人嗅到一丝不寻常那样，美军上将很可能是借唱衰美国，再次渲染中国威胁，同时激起美国好战分子的不满情绪，将舆论再次引向中国，以退为进，用类似美国不可能笑到最后的唱衰方式渲染炒作。不过这也只是猜测，但以美国的性格，不排除有这种可能。